我不动用先祖的力量，你也别让你的这位美丽的戒灵姑娘出手。你我各凭本事，公平一战。若是你能胜我，这阵法之力便随你们用。我不仅配合你们使用阵法之力，用过之后，我也可以保你们安然离开。仙城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他们敢闯我族领地，是在挑战我叶氏威严。你身为叶氏族长，直接杀了他们即可，何必与他们道义？殿外，叶仙城母亲的咆哮响彻，哪怕在殿内，楚风也觉刺耳。他慌了，毕竟这治疗大阵可是为他儿子准备的，他自然不能接受其子将如此大阵交由他人使用。再有家底，也不能这么败家啊！何况这可不是一般的家底，这是他叶氏仙族，也无法再拿出第二件的秘宝。可叶仙城却目光坚定，似心意已决。父亲母亲，既然如今我是叶氏仙族族长，这件事便交由我来处理吧。看着叶仙城那坚定的目光，叶仙城的父亲拉了一下叶仙城的母亲，且低声道：“就听仙城的吧，关系重大，岂能由他？”叶仙城母亲看着叶仙城的父亲，眼神难以置信。正是关系重大，才要由他。若是我们都不相信仙城，他这族长之位该如何坐稳？叶仙城父亲低声道。闻言，叶仙城母亲不由一愣，显然察觉其中厉害，于是低头叹息。可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啊？叶仙城母亲还是不情愿。你怎就确定仙城一定会败呢？他可是我叶氏仙族的未来。叶仙城父亲说道。此刻叶仙城母亲才如梦初醒，竟是他格局小了。楚风大名鼎鼎，又与叶仙城一样同是小辈，若叶仙城能够击败楚风，那便是公认的最强小辈，何止族内，族外也将名声鹊起。眼见其母不再阻拦，叶仙城也再度看向楚风：“你敢吗？那若是我败了呢？”楚风问：“若是你败了，我也不难为你，将我9个放了，再将你的脉之本源交出来，我依旧可以让你们安然离开。”叶仙城道。楚风不用与他废话，让本女王来灭了他。淡淡说道。可淡淡话音刚落，叶仙城便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敢，就只敢让女人出头？你这名号不会全是靠女人赢来的吧？”叶仙城的语气很是嘲讽，而楚风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就按你说的办，但你若做不到，我保证你叶氏仙族的传承便到此为止。”可接下来叶仙城的反应则是让楚风都感到有些无语。我叶仙城若是说到做不到，不劳你出手，我自己就将我的根给斩了。叶仙城说话的时候还朝着自己的脆弱部位比划了一下，他的意思楚风明白，可楚风的意思他似乎没明白。楚风所说的传承到此为止，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将你的修为提升到最强状态吧，我将修为压制到与你同境界。叶仙城对楚风说道。你是何境界？楚风问。我。叶仙城自信一笑，旋即衣衫舞动，强大的气息横扫大殿。与传闻一样，他乃9品真神，只差1线之隔，便可入天神之境。楚风淡淡一笑，旋即周身雷霆涌动，不止雷霆的嘶鸣，就连殿外都被9色雷霆所点亮。雷纹、雷霆铠甲、雷霆羽翼、雷焰4重手段皆被楚风施展而出。雷焰，这楚风！此刻叶仙城父亲也是看得眼睛发直，其中尽是震惊之色。叶仙城母亲更是惊讶地张开了老嘴，一脸的难以置信。而封锁天地的叶氏仙族众人无一不是目瞪口呆。先不说这4重手段加持下，楚风的修为也是来到了9品真神。身为远古修武者，自然清楚这4重手段的厉害，尤其是雷焰，远古时期能施展此手段者也是少之又少，而无一例外，那都是远古时期名声赫赫的存在。自然而然，叶仙城也看愣了，可很快他的笑容也变得玩味起来。有意思，难怪我的客卿长老一口一个楚风的叫着，只是不知道你这修为是徒有虚表，还是真的实力超群。枪！叶仙城说话间，手臂一甩，寒芒掠过，一把长枪出现其右手之中，枪尖朝地。此枪一现，整座大殿内的天地能量都被搅动，
一看就是神兵中的佼佼者。而抛开威势，此枪造型也异常精美，枪身为金色，镶嵌着一块块碧绿色的玉，组成精美造型，宛如艺术品。只看外貌，此枪也是价值不菲。亮出神兵长枪，叶仙成并未动手，而是将枪抬起，以左手抚摸枪身，同时道：“此枪乃我叶氏仙族传家至宝，其名玉仙。我叶氏仙族族人见到，都要称他一声玉仙大人。这个时代开启之后，我族无人能够驾驭玉仙，纵使是我，也是得先知传承后，才得玉仙青睐。”话到此处，叶氏仙族将枪尖指向楚风：“你很幸运，在我手持仙玉之后，你将有幸第一个将血染于仙玉之上，是吗？”楚风也不反驳，双臂展开，海啸狂刀与龙焰神刃两把神兵分别出现在楚风的左右手中。那分别是小鱼儿爷爷以及图腾龙族族长赠予楚风的神兵。可看着楚风手中的两把神兵，叶仙成却摇了摇头：“你这兵器一般，是吗？”楚风淡淡一笑，下一刻便来到了叶仙成的近前，手中两把神兵大刀同时向叶仙成的腰身侧砍而去。见状，叶仙成赶忙横枪来挡，当，火花飞溅，同时还有地面摩擦的声音，是叶仙成的脚与地面摩擦的声音。楚风这一击势大力沉，叶仙成虽挡下，可却倒退了好远。稳住身形后，再度看向楚风，他眼中闪过了一抹凝重，因为楚风这一击很强，他察觉到这个对手绝非是徒有虚表。况且楚风却并未乘胜追击，乃是君子行为。只是很快他便意识到楚风也许不是君子，因为楚风开口了，语气几分调侃，也有几分讽刺，还有几分贱：“你这兵器确实一般。有趣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要动真格的了。”话罢，一股金色气焰自叶仙成身体释放而出，又顺着手臂融入那把长枪之中，二者气息完全一致，宛如一体。我叶氏仙族善于用枪，由先祖开创，数代先辈打磨，终创出一套无敌于世的枪法，名为无香枪法。今日便让你见识一下。话罢，叶仙成手持长枪直奔楚风而来，靠近之后，长枪正面劈砍而下，枪身弯曲，宛如皮鞭从虚空抽打而来，但迎面来的却是刚猛之气。楚风站在原地未动，手持大刀去挡，却发现那原本自头顶砸下的长枪忽地消失不见，再度出现之时，已是在腰前向楚风直刺而来。好在楚风早有准备，右手大刀将此击挡开，反应挺快，但接下来你还能挡得住吗？叶仙成手中的长枪再度袭来，这枪法如先前一样，即将攻至之时便会突然消失，再度出现已在近前，却化作了完全不同的方位攻来。还好楚风反应足够快，叶仙成的枪法再鬼魅，却也始终无法击中楚风。与此同时，蛋蛋与宋允虽未出手，却也都在观看战局。是幻象吗？怎么如此诡异？蛋蛋有所猜想，拿不定主意。而殿外，叶仙成的父母却面露得意，这楚风竟能接连挡下仙成这无香枪法，倒也算是名不虚传。叶仙成父亲发声感叹，嘴上感叹楚风有手段，实则却是夸赞自己儿子了得。仙成的无相枪法已是大成，他还未认真罢了，若是认真起来，这楚风绝对抵挡不住。这楚风若不改变策略施展武技，而是想以兵刃胜过仙成，那完全是自掘坟墓。相比于叶仙成父亲的委婉，叶仙成母亲的话则是更加直接。同时，叶氏仙族的其他强者看着楚风与叶仙成的交手，也是难掩激动之情。这无相枪法能在叶仙成这种境界施展到这种程度者，叶氏仙族旷古无两。而战场内，叶仙成虽未施展全力，但毕竟施展的乃是无相枪法，这种情况下竟久攻不下，让他对楚风也是越发的刮目相看，一边进攻一边不由问道：“楚风，你这是什么刀法？竟能与我这无相枪法抗衡一二？我这不是固定刀法，乃是我与人交战自己领悟出来的应对之法。”楚风道：“楚风，
你不地道啊！你这刀法能多次巧妙化解我的攻势，明明是有路数的，怎么可能不是刀法？叶仙成却并不相信。确实不是刀法，因为刀剑也好，枪棍也好，在我手中都能应对。非要说起来，算是我与人交战积累下的经验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我自己的路数。不过你这枪法确实玄妙，所谓无相枪法，便是攻势虚虚实实吧？楚风说道。哦，你看出一些，继续说，我看你看得准不准？叶仙成道。这虚实并非幻想，而是真实的攻势，可能在转瞬之间改变攻势。做到这一点，便需要对身体有极强的掌控力。你练这枪法，花费了不少时间吧？楚风道。确实，这枪法比我修炼的所有手段，花费的时间都要久。你这眼力，确实了得。但你可能看出我是否认真？叶仙成问。认真定然是认真了，只不过尚未动用全力吧？楚风道。这你都看出来了，有趣。不仅战力可与我抗衡一些，眼力竟也如此不凡。楚风，你确实是难得的对手，我都不忍伤你了。不如你直接认输，我们到此为止吧，至少可免去皮肉之苦。叶仙成道。你知我为何不用武技？楚风问。你是觉得先用武技，便等于兵刃上败给了我，在客卿长老面前怕丢了面子？叶仙成道。修武者能胜即可，我可不会在乎这些。楚风道。那是为何？你说来听听。叶仙成更加好奇。你这枪法很强，战力也不弱，你这样的对手挺难遇到。既然遇到了，自然要借此机会磨练一下自己。楚风说道。楚风说的是真心话，这叶仙成确实很强，战力强，枪法也玄妙，这种对手如今确实少见。刚好对自己这兵刃运用的手段进行磨练，这是少有的，能让自己精进的机会。好家伙，把我当陪练了。可我手中这长枪无情，你若躲闪不及，可别怪我出手狠辣。叶仙成不怒反笑，似乎很是享受遇到了这样的对手，但手中的长枪却愈发凌厉起来。在外人看来，那枪尖宛如暴雨一般，向楚风席卷而去。他显然更加认真了。可楚风身在那枪尖暴雨之中，不仅能够安然无恙，就连身形都未曾向后退去，绝对是能够与叶仙成分庭抗礼的，并且实力足够强的人，更是能够看出，楚风已是从开始的只是防守，转为了进攻，二者正在纯粹的拼进攻。可无相枪法，不善守善于攻，能与无相枪法对攻而不落下风，这让他们难以置信。这一幕让叶仙成父母脸上的得意都不由得开始快速消散。他们儿子的实力没有减弱，可楚风却像是一团棉花，无论叶仙成的攻势是否加力，始终都无法奈何于楚风。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，那便是楚风也未施展全力，哪怕现在仍有所保留。这可是一个极其不好的信号。这个当代小辈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深不可测。仙成，事关我族疗伤大阵，莫要大意，速速施展全力，结束这场对决。眼见情况不对，叶仙成父亲赶忙暗中传音：楚风，我认可你这个对手了，可毕竟是定下了赌约，你我必须要分出胜负，莫要怪我了。轰！叶仙成此话刚刚说出，烈焰与水浪分别自楚风手中的两把大刀喷涌而出，那是楚风这两把神兵独特的手段。而关键是，烈焰与水浪交织，竟化作一阵雾气，这雾气竟能阻挡视线。哼！可叶仙成却丝毫不慌，而是闭上眼睛，想通过感应力来判断楚风的攻势。对此，他有着绝对自信，因为他专门训练过自己的感应力。呜啊！可下一刻，他的胸口剧痛传来，是楚风一脚踹中了他，将他直接踹飞出去。你说了。楚风凝视着叶仙成，说话间摆弄了一下手中的两把神兵，意思很明显，若不是踹出一脚，而是挥出一刀，叶仙成便已经死了。